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自己在家做料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烹饪过程太琐碎、太复杂。没有几个人愿意成天都泡在厨房里，累得黑汗水流来准备一餐饭。所以我特别希望把我用最新鲜的食材、最基础的调料和最简单的方法的日常烹饪而积累的一点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今天做的鸡肉丸子就是其中一例，它的做法极其简单，却超级滑顺弹牙，让我的家人百吃不厌。我选择的是这种去皮去骨的大鸡腿肉。鸡腿肉是鸡身上的活肉，最为鲜嫩，上面带一点鸡油，正是我做肉丸需要的脂肪。把它随便切一下成小块，鸡腿中有筋膜没关系，等一下用机器很容易就打碎了。如果你买的是带皮连骨的鸡腿肉，需要剔骨去皮，这个操作其实也不难，但如果你可以和我一样买到这样已经处理好的鸡腿肉，那就可以省点功夫。我们还可以选择 Costco 这种有机去皮去骨的小鸡腿肉来做这个鸡肉丸子。今天我用的是绞肉机来打鸡肉末，你也可以用高功率的搅拌机，比如 Vitamix 来操作。把鸡肉放入绞肉机里，按照一块鸡肉250克加入1颗鸡蛋，3/4小勺盐，1/3小勺胡椒粉和1大勺生粉的比例调味。现在我用的是2块大鸡腿肉，你可以参考这个比例准备你想要的分量。如果你用上面介绍的 Costco 卖的有机去皮去骨小鸡腿肉，可以称一下重量，按照250克鸡肉的比例调味。每个人用的机器功率不同，所以时间有可能各异。我用这种绞肉机通常会绞3到4分钟，中间会停下来2次，用这种顶部可以弯曲的刮刀把粘连到绞肉机杯壁和底部的食材整理一下，同时也让绞肉机稍微休息片刻。仅仅只需3到4分钟，就一步到位完成了绞碎鸡肉和搅打肉末的全部过程，非常的轻松。用我这个方法准备鸡肉末，可以把剁肉、反复用温度计测量肉的温度，还有让人最为头痛的用手朝一个方向不停地绞肉、摔打肉末等等，有可能让你止步于厨房的步骤统统省略掉。现在你可以看到搅打后的鸡肉不仅细腻，而且呈现胶状，这正是汆肉丸需要肉末达到的理想状态。汆肉丸的时候，锅里的水一定要宽，这样肉丸才会有足够的空间翻滚。切点姜丝和水一起用大火煮开，在鸡肉末里我没有加生姜，而是用胡椒粉去腥。锅里的水煮开之后，将火调成中小火，保持微开的状态。把手洗净之后，让左手保持湿润，同时准备1小碗清水，把勺子过一下水，这是为了让手和勺子不容易被肉末粘连。用左手抓一把肉末，从虎口挤一个肉丸出来，你可以多挤2次，让肉丸呈现好的球形。用勺子接住肉丸后滑入锅里。这个鸡肉丸子我只用了盐和胡椒粉调味，但等它们煮熟之后，锅里的汤和丸子都会呈现非常鲜美的原汁原味。直接买原型食物回来加工，让我们吃得安心。我在家里煮火锅的时候，就这样自己汆丸子，高汤和肉丸同时都有了，用它来煮汤、煮拉面都很不错。今天我来煮一个很家常的鸡肉丸子汤。都说打了霜的青菜最美味，我来菜园采一些乌塔菜，你看上面还结了一点冰。天气说冷就冷了，在这样的天气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鸡肉丸子汤，是不是特别接地气？我做菜的时候通常都会多加一些不同的食材，让我们的身体摄取丰富的营养，所以我泡发了黑木耳，还切了一些豆腐。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何食材来煮鸡肉丸子汤，比如海带、白萝卜、红萝卜、大白菜、西兰花、南瓜、冬瓜、蘑菇、玉米笋、芦笋等等。鸡肉丸子煮开浮起来后，用中小火继续煮5分钟，让鸡肉里的香味都释放出来，然后下入黑木耳和豆腐，同时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
等锅中再次沸腾之后，加一点橄榄油，把洗净的乌塔菜放入。下青菜之前加点油，可以让青菜软嫩。这个锅里除了鸡肉里面的一点油之外，汤里并没有什么油脂，所以加入一点。这个只用盐和胡椒粉调味的白白胖胖的鸡肉丸子，非常的 Q 弹鲜嫩。你试过就会知道，它和用超市里买的鸡肉末做出的丸子有很大的差别。关键就是它是用鸡腿肉做的。我采用直接用绞肉机将鸡肉绞碎和搅打一气呵成的方法，省时省力，让我可以轻轻松松为家人准备最健康的美食。希望你有机会试一下这个做起来超级简单，但吃着就停不下来的鸡肉丸子。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我们下次见。